阳光下看似无害的老人，灵魂里却潜伏着变态的恶魔。是什么样的童年阴影让凶手在20年间猥亵400多名儿童，并用残忍的地狱工具分食这些孩子？一位对他做过检查的心理医生评估他道：渴望并享受着这些无与伦比的变态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oki 的密室，我是 Loki， 关注我，带你看清黑暗中的双手，远离那些隐藏的恶意。我将接着讲述格雷斯巴德绑架事件。没有看过上期的小伙伴，可以在历史视频中找到前半部分的视频。现在就由我带大家深入了解美国最疯狂的杀手之一——阿尔伯特·费什。1870年5月19日，阿尔伯特·费什出生在华盛顿特区一个美国革命英雄的家族里。费什的童年并没有因为显赫的家族背景而过得幸福。他很小就被送进了孤儿院，并在那里遭受了无数的伤害和性虐待。他没能接受几年的教育，成年后结婚并抚养了6个孩子。平时他只能通过打杂和为别人画画来维持生计。他其中一个孩子的证言表明，费什奇怪的行为是从1917年1月之后开始的。1917年1月，费什夫人因为受不了贫穷的生活，选择了与同是勤杂工的邻居约翰·斯特劳伯私奔。当天，费什下班回家，打开家门发现房子里已经没有了妻子，就连所有的家具都被打包带走了。看着空空如也的房间，费什的心里这时已经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不久后的某一天，费什的家门被敲响了。费什夫人竟然带着自己的情夫斯特劳伯出现在了门口。他苦苦哀求费什能够收留他们俩。费什念在孩子的情面，心软答应让他留下来，但斯特劳伯必须滚得越远越好，永远不能跨进自己的家门。于是费什夫人送走了斯特劳伯，又一次名正言顺地进入了费什的生活。让费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没过几天，他发现自己的妻子竟把情夫藏到了自家的阁楼上。自此以后，再没有人看见过费什夫人和斯特劳伯了。渐渐，费什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奇怪。他有时会带着孩子去纽约威彻斯特县的小木屋度假，但孩子每次都会被他奇怪的举止吓到。他总在半夜爬上山顶，对着天空挥舞拳头，反复嚎叫：“我是基督！”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逐渐变得扭曲和疯狂，渴望用变态的方式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痛苦。他对虐待与被虐待表现出了极大的欲望。他经常要求自己的孩子用一个钉满4厘米钉子的床脚拍打自己的身体，直到流血才允许停下。当然，他也会用这个去殴打自己的孩子。他还在自己的下体插入许多钢针，用熨斗烫伤自己，给多个失去丈夫的女子写信，表达自己的爱意，并邀请他们到家里虐待自己。根据费什孩子的证言，他收集了大量关于食人族的书籍。在月圆时，他还会把活鱼直接放在嘴巴里嚼碎。这个期间，费什多次被带到精神病院检查，但都以仍有理智为由得到了释放。
费什早已忘记自己第一次杀人的时间和地点，模糊地提到杀了几十个人，但绝大部分受害者的名字和埋尸地点都已经记不清楚。唯一记得的是1908年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谋杀了一名男子，1910年在纽约肢解并折磨了一名智力障碍的男孩，1919年在华盛顿杀害了一名黑人男孩，1929年猥亵并杀死了4岁的威廉，1934年在长岛勒死了5岁的 France。 其中最轰动的依然是1928年肢解并吃掉了女孩格雷斯。被侦探威廉金逮捕后，费什交代了1928年的那个血腥夏日。一开始他看到求职广告时，想要绑架的是爱德华·巴德，然而当他看到这个少年健壮的体型时，他决定改变计划，把目标定为更柔弱的格雷斯。他毫无愧疚地承认了绑架格雷斯，并把他带到了位于沃辛顿伍兹的一个小木屋里。和其他受害者不同，关于发生在格雷斯身上的一切，费什就像是每天都在重温，把每一个细节记得一清二楚。从巴德家带走格雷斯那天，他为自己买了一张往返小木屋的火车票，但只为格雷斯买了单程票。满心欢喜的格雷斯怎么也没想到，这辆小火车正将他带向死亡的终点站。在他们换车时，费什不小心把一个包落在了火车的座位上。格雷斯发现并提醒了他，高兴地跑回去为他取回了这个包。这个包里面正是费什准备用来折磨他的工具：锯子、切肉刀和屠夫刀。他从没有想过这些东西不久后会割开他的身体。到达小木屋，费什勒死了格雷斯，斩首并肢解了他的身体，然后把尸体切成小块保存起来，足足吃了9天。报道里提到，费什在描述榨干并喝下格雷斯血液的时候，脸上竟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查明案发现场后，侦探们前往小木屋，在这儿找回了格雷斯巴顿的遗骸。这些遗骸被埋在小木屋后边的石墙旁。侦探威廉金终于兑现了对巴德夫人的承诺，把格雷斯带回家。但事情远没有结束。随着对费什的审讯，越来越多的凶杀案浮出水面。一开始警方相信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费什为了炫耀而编造的，但随着他提供的细节越来越多，警方越来越确定他确实杀过许多的人。有时他还会暗示调查人员自己杀了几十上百个人。侦探们还发现，格雷斯失踪以后，费什在纽约地区至少被逮捕过6次，罪名有轻微盗窃、流浪、发送淫秽信件。其中3次逮捕发生在格雷斯被绑架3个月内，但每次对他的指控都被驳回。没有人猜到这位老人是一个变态杀人魔，他的儿子是少数几个早就觉得费什会被捕的人。在接受报道采访时，他讲述了父亲对生肉的嗜好，以及有一天他回家时发现父亲脱光衣服，用一块镶嵌着锋利钉子的厚木板在拍打自己。因为这些变态的行为，他把费什赶出家门。提到这些，他厌恶地结束了采访，最后说道：“我从来都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，我也不会去帮助他。”医生对费什做了全身检查，发现他非常着迷于向精神病医生描述他受虐的细节，特别是对弗雷德里克·沃瑟姆。费什向他叙述他怎么将钢针插入下体，
并将交有不明液体的羊毛插入到他的身体，并点燃。沃瑟姆在审判前后都与费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他后来写道：看起来费什像无害的老人，温柔而仁慈，友好而礼貌。如果你想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别人，他就是那个你一定会选择的人。然而真正的费什是他成为心理医生以来见过最可怕的变态。他尝试过的变态行为多到超出认知，从强奸儿童到虐待、吃排泄物和自我残害。费什甚至向他叙述，杀死格雷斯之后，他把格雷斯的耳朵和鼻子用报纸包起来，乘火车回到纽约。在火车上，他把这些包裹放在腿上，一边想着里边的东西，一边兴奋地颤抖。像其他心理医生一样，沃瑟姆认为费什疯了。他形容费什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虐待狂，一个恋童癖者，喜欢年幼的孩子。费什在地下室至少分食了数十名无辜的儿童。沃瑟姆最后在采访上说，据我所知，他至少强奸了100名儿童。费什的律师在法庭告知陪审团关于他自虐的情况，并表示不会去证明费什疯了，相反，要由国家来证明他是理智的。律师向辩护方精神病医生提出了一个可以证明费什是理智的问题。这个问题长达15000字，用了45页纸，花了75分钟才读完。医生只回应了几个字：费什疯了。无论他是否疯了，陪审团都希望看到凶手受到惩罚。最终，他被判以死刑，通过电椅执行。费什听到判决只说了一句话：坐上电椅将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刺激。1935年，费什带着圣经来到辛格监狱。辛格监狱位于奥西宁市哈德逊河岸，是美国纽约州矫正与社区安全部设立的最高级别监狱。自启用电椅，已处决了总共614位罪犯。入狱后，数十起想要拯救费什的上诉被驳回，最终确定死刑于1936年1月16日执行。随着他上电椅的时间越来越近，费什告诉记者：我期待着被处决，这将是我唯一没有尝试过的刺激。1月16日，费什吃了临行前最后一块牛排。他轻快地走到电椅前，兴奋地爬到座位上，催促并帮助警卫把电极固定在自己的腿上。在场的记者和目击者对他兴奋的表情感到震惊。费什几乎无法控制自己死于暴力的喜悦。当电流穿过他时，他的身体汹涌而起，拳头紧握。片刻后，值班医生宣布费什确认死亡。当老人的尸体被带到尸检室时，他的辩护律师会见了记者。他手里拿着阿尔伯特·费什最后的遗书，这是他死前几个小时手写的。时至今日，这份遗书从未披露。律师说：我永远不会向任何人展示它，这是我读过最肮脏的文字。这个恶魔的死亡对于格雷斯和那些信任他的孩子来说，显然来得太晚了。警方本来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挽救这些孩子，但都因为他看似无害这样不负责任的理由，错失了机会。最后，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相信那些看似善良无害的陌生人，对一切突如其来的好意都要加以警惕。或许在亲切的外表背后潜伏着的是一个丑陋的怪兽。欢迎大家来到 Loki 的密室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清黑暗中的双手
远离那些隐藏的恶意。我是 Loki，我们下期再见。